Hello，大家好啊！那这次的3合1自选抽奖呢，龙虾在这边有几只角色跟大家推荐，然后顺便介绍一下。那如果摸不到头绪，不知道要选谁的朋友们呢，可以稍微参考一下。那这些呢是根据我自己目前的感觉哦，还有使用经验，那肯定不是涵盖到所有的英雄哦。那欢迎大家来下面讨论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可以先说一下。那应该很多朋友有考虑要把偶像抽出来吧？但偶像呢会在4月28的时候，这个 banner 会 up，也就是抽卡率会提升，所以这时候选它呢就变得有点亏哦。那如果书签很足够的话呢，想要偶像的朋友可以等到4月28再抽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OK 啦，首先是我们的大蓝地哦，它不论是 PVE 呢或者 PVP 都超级生猛的限定英雄，那这只是我的主推哦。如果没有蓝地的朋友，真的可以考虑把它抽出来，因为它的 S3呢是全体攻击哦，拉条我军15%并上速度 buff， 斗志满的时候还会贯穿敌对50%的防御，伤害非常的高。最重要是它的 S3呢，敌人是无法反击的。那不论是雷姆、暗肯或者光瑟林，又或者是装上了宝剑的伯里安哦，这些反击统统无法触发哦。那它的 S2被动呢会重叠增加自己的攻击力，回合开始的时候，当敌对有一个 buff， 就会增加10点斗志。那换句话说呢，如果对面有10个 buff， 那斗志会直接加到100哦。那100斗志的时候呢 ，S3 的技能冷却时间会重置，可以无限狂开 S3 哦。那 S1 呢，则是会拉条自己15%并增加斗志。那敌人有 buff 的时候呢，则会变成2倍的拉条与斗志哦。那它的技能组真的是非常的强哦。是目前最泛用的射手之一，那不论是公会战呢，或是竞技场，或是 RTA 都有他上场的空间。那在之后的常用角色射手篇呢，会更进一步的详细介绍它的使用方法。那总之呢，抽了不亏，是我的主推。OK， 那再来是偶像，我们的 PVE 女王哦，它有它在呢，会让许多 PVE 关卡变得容易许多。那包括但不限于远征、深渊、迷宫，统统都可以看到它的踪影，非常的好用，泛用度超级高。它的 S3呢，不像其他英雄一样，一开场就能使用，它需要很长一段的暖机时间哦，最少需要4个回合的才行。那使用之后，它会变身，变身之后呢，它的 S2 除了回血，还能够拉条并给我军上攻击 buff。那 S1 呢，则变更为全体攻击哦，全体攻击的时候能够解除敌人全部的强化效果，并拉我军最高攻击力的英雄出来夹攻，非常的生猛。那这是一只抽卡优先度非常高的英雄哦。那如果你的书签足够的话呢，是可以等到4月28的时候再把它抽出来。那如果不够的话呢，那建议是现在就把它抽出来。OK， 那再来是圣女哦，她目前是一只比较偏向 PVE 的英雄，但经过上一次的改版强化呢，它有大幅度的提升。S3 呢能够给全队产生3回合的攻击力增加与抗爆，并拉条自己50%。那 S2 能够清除全队2个弱化效果，并产生护盾。那 S1 呢，则能够给自己不停的拉条哦。他自己有 buff 的时候，还额外拉条30%。那如果缺乏给全队加攻，还有清除负面的奶妈哦，圣女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除了可以拿来打火讨伐跟火远征之外呢，在强度不那么高的公会战跟 RTA 也是有上场机会。加上它还是一只限定角色哦，平常抽不到。好圣女，客观可以考虑考虑。而且搞不好哪天出了那个魔法少女的皮肤了，是吧？出了我还不买爆。OK， 那接下来是火箭杰若米亚。那杰若米亚呢是一只强力的单体输出英雄，目前偏重在 PVE。那 S3 呢自带50%的破防，那 S2 能够使自己产生大攻击哦，并使 S3 直接冷却。那一次可以在2个回合连开2次 S3哦，直接给敌人一波非常大的伤害。然后是他的 S1， 也是一招单体攻击哦，搭配上这个专武呢。就有25%的几率可以连劈2刀哦，非常的给力。目前常用地点为木讨伐，还有考验殿堂。那很多极限高分的队伍都是用火箭打出来的哦，在考验殿堂。那大家有兴趣呢，可以去网络上参考一下，它也是一只蛮有抽的价值的英雄。OK， 那再来是火塞西。那火塞西呢是一支非常强力的辅助型坦克哦，目前是偏重在 PVE 的方向。那除了保护我军之外呢，还能给对面带来非常大量的负面状态。那 S3 能挑衅全体敌人，并给全体我军免疫，还能给自己套一个盾。
那 S2 呢会造成敌人的攻击力下降，并解除一个强化效果。那如果再带上这个专武的话呢，还能够额外造成速度下降哦。那 S1 则能够给敌人造成破防，是一支非常适合用来打远征的英雄哦。我自己目前是用它在打暗远征跟目远征，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暗远征影片，非常的好用。而且我强烈怀疑它能够使用在光远征哦。等到光远征开了，我会再来试试看。那如果你刚好缺远征坦的话呢，火塞西会是一支很不错的选择。另外，我也有用它来打地狱迷宫的蜘蛛女王哦，效果也是一级棒。OK， 再来是佛里蒂斯哦，火轮椅，这是一支偏重 PVP 的英雄，专门用来克制会使用非攻击技能的敌军哦，像是光莉莉亚斯啊、水狼佩伊拉之类的。它的 S2 呢会在敌军使用非攻击技能的时候触发哦，是一招全体攻击，使敌军强化效果减少1回合，并拉调自己30%，直接拉到脸上哦，再补一招 S3。那 S3 也是全体攻击哦，会造成命中减少跟无法强化。那 S1 则是单体哦，而且会造成1回合的晕眩。目前常用地点是 RTA， 还有竞技场的防守。那如果你有其他想抽的英雄呢，或是你是刚入坑或者不怎么打 RTA 的玩家，就不是真的很有必要去抽它。而且他在公会战呢没什么机会能上场，在以后常用角色的法师会再更多的去介绍他。简单来说，这是一支比较偏重后期才会有机会出场的英雄。OK， 再来是卡威利，那这也是一支偏向 PVP 的英雄哦，目前蛮流行的。那主要就是因为呢，它的 S2 单体能够以100%的几率解除2个强化效果，并造成2次技能冷却时间增加1回合，非常适合拿来抓合音啊、史莱姆之类的玩意儿。而且还能让自己隐身跟速度增加。它的 S3 呢则是范围攻击，伤害也是非常不错，还能沉默敌人。这一支是比较偏向核爆或爆杀队的阵容哦，虽然很强，但它是一支对于装备需求偏高的英雄。刚入坑呢，或者装备还不足以支撑的玩家呢，可以先放。那目前主要使用的地点是 RTA 跟竞技场哦。OK 呢，再来是露娜，这是一支限定角色，跟圣女一样，还有兰蒂一样。那目前 PVE 呢跟 PVP 都有出场机会，它是一支强力的单体输出英雄。S3 呢能够造成2回合的破防，并贯穿目标50%的防御力，消灭敌人时还能产生追加回合哦，直接再抓另外一只。那 S2 则是增加爆率与抗爆30%，血量有1半以上的时候呢，还会额外增加30%的攻击力。S1 呢，则是根据 RNG 的几率产生1到3不同程度的伤害的技能哦，所以也是蛮看运气的。然后它是一支穿装备相对容易的英雄哦，就是因为它的 S2 的关系，爆率相对于一开始是比较高的，然后它比较容易能够撑到100爆，伤害也是非常的高哦。目前常用来打火远征，还有用在公会战以及竞技场的进攻哦。如果缺乏水属性强力单体输出的朋友，可以考虑露娜啊。当然了，除了功能之外呢，各位男性同胞们呢，也可以先问问自己小分身的意愿哦，可以帮助克服选择困难症。OK， 接下来是赛克兰特。水镰刀，这是一支 PVE 向的英雄哦，龙13首选 DPS， 也是目前大家蛮推荐的一支手抽英雄。那它的 S3 呢，能够在消灭敌人时造成灭亡，目标的弱化效果越多，贯穿防御的效果就越高。S2 能够造成无法恢复跟出血，那如果目标在50%生命以下呢，则会再追加1刀 S1。S1 呢是会造成出血，那这一大堆的负面状态哦，能够有效的保护龙队的坦克哦，这也是大家喜欢用它来打龙的原因呢。那负面效果越多，打龙就越稳，而且它的伤害还非常的高哦，很适合担任主要输出手的角色。那没有赛克呢，龙队不稳的朋友可以考虑抽一抽，把它抽出来。OK， 接下来是宝马哥克劳乌哦，这是一支不论 PVE 或是 PVP 都能够稳定上场的英雄哦。第7史诗的坦克代表 ，S2 呢能够给全队上盾，那 S3 呢会根据自己的血量直接给予对面一招近乎1击必杀的强力单体攻击哦。最常使用的地点是公会战，还有竞技场，通常都是拿它来担任木吊手的角色，不论是木苹果或是蓝地哦，通通吊好吊满。那缺乏木吊手的朋友呢，可以考虑把它抽出来，绝对是不会让你失望的。OK， 那再来是罗安娜，这是一支技能组独一无二的奶妈哦，在 PVP 非常具有针对性。那主要呢就是它的 S2， 当自己的队伍受到反击、夹攻或者是追加攻击的时候呢，会使全队恢复生命力，而且还会拉调全队。在面对光莉莉亚斯啊，或者是伯里安啊，或者是水扇啊这种类型的英雄时，非常的强势哦。
而他的 S3呢，则是全队回血加苏醒的 buff。这是一只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奶妈哦，技能组独一无二，它绝对是有抽的价值的。但它的优先度呢，就要看各位自己的选择了。毕竟它是一只针对型的英雄哦，并不是所有情况都好用。以优先度来讲呢，还是蓝帝啊、圣女这些比较泛用一些。OK， 那再来是戴斯蒂娜精灵王，那最近才刚 buff 完的角色哦，目前最主要的卖点呢是它的 S3能够让全体我军复活并清除所有的负面状态，而它的 S2呢则能够拉条我军一只英雄并清除2个负面状态，而且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个精灵的祝福。精灵的祝福呢，这个状态会提升它60%的抗性哦，使它不容易被敌人的负面状态控到。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一只能够复活又高抗的英雄哦。没有复活奶妈的朋友们呢，可以考虑把它抽出来。OK， 那再来是穆菲剑伊赛利亚，那这是一只目前 PVE 向的英雄，它最大的价值呢是它的 S2 能够直接重置我军一只角色的技能冷却时间哦。那它的 S3呢是造成破防和无法强化 ，S1 也是破防哦，是一台无情的破防机器。它在 PVE 很多场合哦都能用上它，像是地狱迷宫啊、深渊啊，或者是光讨伐啊、水远征，它都可以上场。那最常让它跟偶像搭配哦，因为它能够直接让偶像的 S3变成可以使用的状态，省去了偶像那个很长的暖机时间了，所以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大家可以考虑把它抽出来。OK， 那再来是木苹果菲奥雷托，这也是一只 PVE 跟 PVP 都能上场的英雄啊，但主要是 PVP 啦。它最主要的卖点是它的闪避，只要它的 S3呢是处于能够使用的状态，就会自带35%的几率闪避，再带上皎月梦夜这个神器的话呢，就会有55%的闪避率。而对于它来说，闪避就等于反击，它专注满的时候使用 S3会直接重置 S3的技能冷却时间哦。那由于这个闪避率的关系呢，它也是目前最好用的水属性杀手哦。因为面对水属性的时候，它的闪避率是100%哦，几乎没有水属性可以把它搞死哦。它是 PVP 的常客，靠赛流的主要英雄之一哦。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呢，也可以去参考我的常用英雄盗贼篇里面它的介绍。OK， 接下来是水扇，这是一只限定角色哦，目前主要使用地点是 PVE。那 S2 呢会分伤给前排我军哦，专注满的时候呢，还能用全体攻击反击。那这个反击呢会造成破防。那它的 S3 呢也是全体攻击，会造成无法强化跟无法恢复哦。目前可以用来打火讨伐跟地狱迷宫哦。那之所以在 PVP 哦比较难上场了，是因为克制它的角色哦实在是有点多，像是罗安娜啦、雪国的苏丽塔尼亚之类的，再加上最近很流行打高速哦，所以实在很难有它的发挥空间呢。不过它的技能组呢，整体来说还是蛮不错的 ，PVE 非常实用。那至于 PVP 的话呢，只能看看以后的环境会不会有变。那如果想要水扇的朋友，还是可以把它抽出来的，没有问题。好啦，那以上这些呢，就是龙虾觉得比较有抽的价值的英雄哦。欢迎各位来下面这边讨论。那祝各位呢都能用少少的书签抽到想要的英雄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